罗马尼亚遭遇俄罗斯袭击，即使出动 F-16，还是没能拦住俄罗斯的天竺葵2无人机。英国也成为了俄罗斯的目标。克宫的宣传喉舌公然喊话要用导弹袭击英国，而在暗地里，克宫正策划动用5000万美元经费操控亚美尼亚选举，企图推翻现任总理帕西尼扬。俄罗斯来势汹汹，各国也陆续展开行动。丹麦启动18万预备役动员计划，德赫军团接管波罗的海指挥任务。为什么 F-16没能拦住无人机？北约各国还能怎么反制俄罗斯？罗马尼亚遭袭时，俄罗斯正对敖德萨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然后一架载满炸药的天竺葵2无人机撞进了罗马尼亚加拉茨市一栋10层住宅楼的屋顶，随后爆炸并引发大火。事故导致2人被送进医院，700多人连夜撤离。罗马尼亚方面迅速出动专家团队，对残骸展开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实锤了，就是俄罗斯动的手。碳纤维框架上带有西里尔字母标记，机身的一个部件上还保存了戈兰2的字样。他们还仔细比对了电子元件、导航系统、发动机等零件，基本能够确认就是天竺葵2。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绍尔丹披露了相关细节，这架无人机应该是要袭击乌克兰的，但是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击中，最终偏航飞向了罗马尼亚。这笔账算来算去，责任还是要算到俄罗斯身上，俄罗斯应对此负责任。他还表示要将这份技术报告分享给北约和欧盟的所有盟友。然而面对这些铁证，俄罗斯方面的反应还是一如既往甩过3点。我们不知道，不是我们干的，是乌克兰做的。这次还是普京亲自出面的，把锅甩给乌克兰之后，他还惺惺作态，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客观调查，只要罗马尼亚把残骸交给他们。这种话说出来，火力军听了只想笑，把残骸送过去，不就是上赶着让他们毁灭证据吗？罗马尼亚防长拉杜米鲁策直接喊话让俄罗斯官员来检查残骸，然后俄罗斯方面就哑火了。除了舆论上的交锋，罗马尼亚的行动更猛。事发之后，罗马尼亚紧急召开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然后做出了一个让莫斯科措手不及的决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安德烈·科西林为不受欢迎的人。科西林被限定在72小时内撤离罗马尼亚领土。这意味着在罗马尼亚，俄罗斯只剩下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及附属领事部门来勉强维持外交存在。但罗马尼亚同步警告俄方，如果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驱逐大使也在考虑范围内。这一系列操作算是冷战结束后罗马尼亚最强硬的对俄外交措施。这边决定一出，扎哈罗娃暴跳如雷，扬言俄罗斯的报复措施不会拖延。这可真是神逻辑！你炸了我们的居民楼，伤了我们的人，我们只是驱逐你的领事，关闭领事馆，你反倒喊着要报复了。更离谱的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反应，火力军感觉他是不是要疯了？普京还要装一装，他倒好，完全不装了，非但没有一丝歉意，还要求所有欧盟国家在这件事上闭嘴，声称欧盟成员国直接参与了对俄战争，所以没资格抱怨，然后把冯德莱恩、莫茨、马克龙还有斯塔默轮流骂了一个遍，并威胁说类似加拉茨的袭击还会继续，这只是刚刚开始，要让欧盟国家的公民无法安睡。事情到了这里，不管俄罗斯有意无意，反正结果摆在面前，罗马尼亚无故遇袭，无人机出自俄罗斯。其实乌俄交战，无人机飞到别国领空都是常事。之前乌克兰的无人机被俄罗斯电子战干扰，坠落到波罗的海附近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乃至芬兰都曾受此困扰。但是乌方的反应就是该认的认，该道歉的道歉，然后双方达成和解，哪里会像俄罗斯这样，不仅不认，态度反而更嚣张了，喊话让别人等着。这就说明在普京那里，北约成员国平民受伤害这种事是完全可接受的后果。俄罗斯完全没把这当回事，这一搞完全是奔着给自己解手去了。如果俄罗斯的态度好一点，那么这一次的撞击完全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毕竟俄罗斯的无人机也不是第一次侵入罗马尼亚领空了，零零总总加起来也有几十次。但是因为俄罗斯的种种反应，反而让这个事件特殊起来。这意味着俄罗斯对北约领土的混合挑衅已经进入了全新阶段，而且也需要深思另一件事：罗马尼亚为什么没能防住这架无人机？我们来看看罗马尼亚的部署情况：55架 F-16战斗机，41套猎豹防空系统，还有北约空中警戒战机轮流驻守。光看直面配置，完全称得上豪华。甚至在事发时 ，F-16飞上去了，飞行员全程追踪，也获得了开火权，但还是让那架天竺葵撞上居民楼。原因简单到甚至有些荒唐。F-16战斗机探测到无人机的时间大约在凌晨1点46分，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再坠毁时间仅约4分钟。
在这个极其有限的时间窗口内，军队必须完成探测、分类、识别、决策、交战等一系列程序。更让罗马尼亚人抓狂的是，这架天竺葵2还在雷达上玩了一手操作。它在接近加拉茨之后直接降低高度，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导致罗马尼亚当局完全没办法做出准确决策。这中间还存在法律限制问题，罗马尼亚军方不得以可能影响邻国领空的方式开火，因为无人机是从乌克兰方向飞来的，一旦罗马尼亚开火，拦截导弹就有可能越界进入乌克兰领空。罗马尼亚处于和平时期，完全过不了法律这一关。而这个和平时期甚至严重影响了罗马尼亚部署防空系统。猎豹这种移动防空炮的作战半径只有 1.5 公里到6公里，想要部署它们，就必须提前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和平时期，军方没拿到土地所有者的签字，这些系统就只能停在基地里吃灰。这些和平年代的法律，在面临无人机突击时，反而绑住了自己的手脚，让俄罗斯钻到了空子。就算拥有授权，一切准备就绪，罗马尼亚依然要面临一个问题：大部分的防空系统设计生产年份都在2023年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无人机战争，这些防空系统主要是防导弹的，在防无人机这方面实在有些欠缺。所以这次事件对整个北约来说都是一个教训，他们的主要防空系统都是为高强度导弹对轰准备的，一般情况下很难拦截密集飞行的低慢小无人机，偏偏在乌俄交战的时候，这些偏航的无人机是无法避免的。如果用正常的系统去打那些无人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弹药去打造价几万美元的东西，经济上就亏死了，而且还有打不中的可能。但是不打就要挨炸，所以引入拦截无人机势在必行。更深层的问题是北约在和平时期的交战规则，如何区分一架闯入北约领空的无人机是侦察试探还是以装实弹的进攻？接到威胁警报后需要多少级授权才能按下发射钮？这中间的每一道程序都是无人机逃跑的窗口。这些规则要不要改，要怎么改，后续都值得探讨。目前罗马尼亚选择了先补上防空系统的漏洞。罗马尼亚外长瓦纳托尤向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格林科维奇提出要求加速向罗马尼亚移交军事装备，尤其是防空系统，同时申请将本土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纳入北约指挥体系。此外，罗马尼亚还申请了一批专门探测低空目标的新型雷达，现在进行补救其实已经有些晚了，不过来得晚总比不来强，一切就看后续。罗马尼亚这边是实打实的袭击，而在英国那边，克宫忙着打嘴炮，一群人上蹿下跳出主意，喊着用导弹炸英国，用核弹炸英国。能让俄罗斯这么气急败坏，主要还是因为风暴之影这款由英国 MBDA 公司制造的远程隐身巡航导弹，设计之初就是为了打击高价值目标。自从它进了乌克兰的武器库，就成了俄军的心头大患。5月底，乌军使用风暴之影精准打击了塞瓦斯托波尔的俄黑海舰队指挥部，连俄罗斯央行设在该地的分行大楼屋顶也被导弹击中着火。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黑海舰队第一次挨风暴之影的揍了。乌军之前就用多枚风暴之影把舰队总部大楼炸得只剩残骸。从2月开始，俄军陆续拆除残余部分，舰队指挥部被迫躲进临时办公点苟延残喘。再结合乌罗涅日的空军基地遇袭，布良斯克的微电子工厂被炸，俄军的指挥链、兵力和弹药补给线被风暴之影一个个光顾。这款导弹真的成了俄军的阴影，所以克宫急了。克宫一急就要在宣传上下功夫，于是我们的老熟人又出来了。索洛维约夫在节目中当众咆哮，说一看到风暴之影深入境内打击的新闻，就很不理解为什么俄国不能直接去英国打击风暴之影的生产工厂。他亲自点名的目标正是位于斯蒂夫尼奇的 MBDA 美国导弹工厂，这个地方距离伦敦差不多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当有人提出异议时，索洛维约夫的反应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到了极致，表示那是英国又怎样，那里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吗？翻译一下就是英国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索洛维约夫，我们就能发现他这番言论竟然还算是保守的，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还跟着俄罗斯各种顾问专家一起喊着要和平伦敦，和平巴黎。当时正好是萨尔马特试射成功的时候，消息刚放出来，俄军专家尤里克努托夫就在电视上大放厥词，说是只需要1枚萨尔马特导弹就能彻底抹掉英格兰。普京的核理论顾问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干脆把法国也纳入了抹除范围。而我们的老熟人索洛维约夫对此还很骄傲，说像他们这样的核狂人越来越多了。他甚至还发出嘲讽，表示英格兰太小了，不值得用萨尔马特来打。这种嚣张的态度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底气。这群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只要乌克兰使用了某个国家的武器，就可以等同于该国援助乌克兰，就说明该国参与了乌俄战争，那么俄罗斯就要反击，导弹就是最简单粗暴的反击方式。所以他们天天喊着要和平这个和平那个，
本质上还是威慑，阻止其他国家援助乌克兰。这种招数不能说不管用，问题是招数用多了就不灵了。于是，面对俄罗斯铺天盖地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斯蒂夫尼奇工厂选区议员凯文·博纳维亚对着俄罗斯就是一通挤兑，说俄罗斯打错了算盘，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威胁，就是因为风暴之影动摇了普京的战争机器，所以他们会感到自豪。最讽刺的是，在索洛维耶夫上蹿下跳，高喊着导弹打击英国、和平英国的时候，他的孩子恰好就在英国。之前就有媒体透露，这名何狂人的儿子一直在伦敦做模特，日常晒奢侈生活。看到这一幕，火力军只能说，既然敢扔这种豪言壮语，那应该先把自家孩子接回莫斯科。不过按莫斯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不敢吧。其实这群人也只能喊喊话了，克宫可能确实有心，但现在的克宫做不到一心多用。乌俄战场之外，克宫的主要精力都在亚美尼亚，普京又一次威胁亚美尼亚，大意就是别成为乌克兰第二。此前普京已经威胁过亚美尼亚一次，但那次还比较温和，让亚美尼亚掂量一下，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2选1，不要走上乌克兰那条路。这次算是演都不演了，直接拿特别军事行动来威胁亚美尼亚。经济也要卡脖子，俄罗斯方面宣布自5月30日起暂停进口亚美尼亚的新鲜番茄、黄瓜、辣椒、草莓等农产品，加上此前就对亚美尼亚的鲜花、白兰地、葡萄酒、矿泉水实施的进口禁令和销售冻结，俄罗斯差不多把亚美尼亚能出口到俄的东西都禁了一遍。除此之外，还有惯用的能源威胁。俄罗斯放话说要撕毁2013年双边协议，该协议原本保证亚美尼亚以免税价获得天然气和石油产品，一旦撕毁，亚美尼亚的能源相关价格可能就要直线攀升。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一波操作就是用经济勒索亚美尼亚，逼迫亚美尼亚回到俄罗斯的怀抱。但这些还是开胃菜，最重要的还是选举。俄罗斯觉得亚美尼亚现在的转向都是现任总理帕西尼扬的锅，所以得趁着选举把这人搞下去。于是他们先玩信息战，拼了命地编造帕西尼扬的谣言，核心叙事就是宣称帕西尼扬连任将引发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武装冲突，甚至说帕西尼扬和马克龙搞了一场秘密交易，法国出钱支持亚美尼亚选举，胜利后就去打俄罗斯。另一边还得拉选民，路透社揭露了一份克宫的干预剧本，核心任务就是防止帕西尼扬连任，杜绝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负责操盘的是克宫2025年10月新成立的战略合作与伙伴关系局，他们需要给亚美尼亚进口选民，因为按照亚美尼亚的选举规则是不允许境外投票的，想投票就必须回国，亲自到投票现场进行投票。于是克宫想出了一个价值5000万美元的包机计划，将在俄罗斯的约10万名亚美尼亚裔公民送回到亚美尼亚，让他们投帕西尼扬的反对票。至于让谁来顶替帕西尼扬，克宫也有心仪的人选，亚美尼亚裔的俄罗斯亿万富翁桑维尔·卡拉佩蒂扬，此人还因为呼吁暴力推翻政府被起诉。消息人士透露，到5月中旬，克宫已经向各地区下发配额，要求各地汇报准备情况。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情报界内部对于莫斯科到底能运送多少人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这个计划的真实性和威胁性是毋庸置疑的。上一个让克宫费尽心机要操控选举的还是匈牙利的欧尔班，结果就是欧尔班狼狈下台，同样的剧本放在亚美尼亚，克宫可能又要大败而归了。因为在克宫耍手段的时候，亚美尼亚首先迎来的是美国的支持。卢比奥对亚美尼亚进行了一次访问，仅仅是40分钟，双方就签订了3份重磅文件：战略合作协议、关键矿产框架协议以及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框架协议。最后这个协议的核心其实是一个43公里长的公路铁路混合走廊，贯穿亚美尼亚南部，为阿塞拜疆打通一条通向起飞地纳西切万的直达路线，同时开辟一条绕开俄罗斯和伊朗的全新东西方贸易通道。刚刚签完协议，特朗普也站出来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帕西尼扬连任的支持。当然我们要看的还是数据，根据民调数据来看，在已拿定主意的选民中，帕西尼扬的公民契约党的得票率高达近 65%， 而卡拉佩季扬这边只有约 6%。 花了5000万美元，最后就这样的效果。火力军很想问一句，这钱都花哪里了？估计克宫自己都说不清楚。俄罗斯这边动作不断，欧洲也没闲着，先动的是丹麦。丹麦认识到一点，如果要爆发大规模战争，不管怎样手上得有兵，所以现有征兵制度必须改。丹麦方面的目标是，他们必须具备一口气征召18万名动员士兵的能力，这个数字约占丹麦总人口的 3%。 按照他们的计划，从2026年开始，每年稳步增加征兵人数，而且征召不分男女，预计2030年征召约6500人，2033年提升到1万人，最终在2035年达到每年13000人的征召目标。服役期也要延长，从4个月拉到11个月，
5个月的基础训练，再加6个月部队实战磨合，哪怕是服役结束，也有可能随时被召回，接受10到15天的复训。尤其是退役后的前10年，之后转入更宽泛的后备池子，但仍然会被随时征召，因为预备役身份要直接绑到65岁。这个计划看起来相当严肃，因为丹麦是把冷战时期的一整套全民动员体系给修改又拿出来了。丹麦还只能说是小打小闹，最重要的是北约的动作，对东翼的指挥体系来了一波结构性升级。驻扎在德国明斯特的德荷军团将正式接管北约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战术指挥职责。在此之前，波罗的海3国以及波兰北部的北约部队都统一归波兰世界清的东北多国军团一家管。这支部队从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单核运作，如今多了第2个军团级指挥中枢，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御将告别单核局面，迎来双核时代。这一步棋主要是为了解决波罗的海的战略纵深短板。我们来看波罗的海3国的位置，北边是芬兰湾，东边贴着俄罗斯本土，南边是白俄罗斯，西边到华沙的陆上通道只有一条不足100公里宽的苏瓦乌基走廊，两侧分别被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夹着，堪称北约东翼最薄弱的区域。一旦俄军把这条走廊卡住，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之间的陆上联系就被彻底切断。过去只靠波兰世界清的一个指挥中心，从兵力集结指令下达到前哨部队就位，中间的延迟足以让俄军抢占先机。增设第2个军团级指挥中心，等于在战场北端再建一个大脑，即使俄军卡住一条战线，另一条依然能够快速投送兵力。而德荷军团的硬实力更是足以莫斯科颤抖。这支部队1995年就已建立，常驻16个参与国官兵，协同轮值，指挥一个约5万兵力的多国部队，军队的作战经验也是实打实的，曾在阿富汗领导过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行动，还多次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中担任值班总部。指挥官目前由德国和荷兰轮换，德国负责到2028年初。和平时期虽然只留精简指挥架构和炮兵、防空、医疗等专业职能单位，但一旦北约触发防御机制，可直接向16个成员国发出调兵指令，几天内就能把整建制部队送到前线。所以俄罗斯这一通操作下来，非但没占到便宜，反而彻底唤醒了欧洲的军事机器，也让越来越多国家加速向欧盟靠拢。火力军只能说别展示操作了，再操作真的要挨打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克宫会对亚美尼亚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